你好，距离圣诞节还有一周的时间。对，街上已经到处都是圣诞装饰了，那种红红绿绿的彩灯，还有圣诞树。我昨天路过商场，看到那个巨大的圣诞树，上面挂满了金色的小球和彩带，底下围了一圈小朋友在拍照。那种感觉怎么说呢，就是很有节日气氛。是啊，虽然圣诞节本来是西方的节日，但现在真的变成全球性的庆祝活动了。不管你信不信基督教，大家都会过这个节。对，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圣诞节的起源，它最开始是为了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。但有意思的是，12月25号这个日期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。怎么说？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，罗马帝国原本在这一天庆祝太阳神的诞辰，后来基督教传播者为了更好的推广信仰，就把这一天定为圣诞节。所以是借用了原有的节日。对，而且这个时间点选得很巧妙，12月25号正好是冬至之后，阳光开始逐渐增长的时候，象征着新生和希望。这样一说，确实很有意义，从黑暗走向光明，从冬天走向春天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圣诞节慢慢融入了各地的文化元素。比如说，芬兰的赫尔辛基，他们在11月22号就开始举行年度圣诞节亮灯仪式了。这么早就开始了？对，他们要提前1个多月就开始营造节日氛围。想象一下，北欧那种雪花纷飞的夜晚，整个城市突然被温暖的灯光点亮，那种感觉一定特别浪漫。听起来就很美。我记得欧洲还有那种圣诞集市，对吧？对，圣诞集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0年前的中世纪欧洲。那时候人们就会在广场上搭建小木屋，卖各种手工艺品和小吃。600年，那真的是很古老的传统了。现在这种传统也传到中国来了，比如济南凯宾斯基酒店就在举办第3届梦幻圣诞集市，你可以在那里品尝地道小吃，喝香料酒，买各种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。香料酒是什么？就是那种热红酒，里面加了肉桂、丁香这些香料，冬天喝特别暖身子。在欧洲的圣诞集市上，几乎每个摊位都会卖这个。听起来就很香。说到圣诞节的传统，最经典的应该就是交换礼物了吧？对，这个习俗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。不过你知道吗？最开始交换礼物是为了纪念东方三博士给婴儿耶稣献礼的故事。原来如此，现在大家准备礼物都挺用心的。我有个朋友每年11月就开始琢磨给家人买什么礼物。哈哈，这种提前准备的心情我能理解。选礼物确实是个技术活，既要表达心意，又要实用。是啊，特别是给小朋友选礼物，他们的喜好变化太快了。除了交换礼物，圣诞节游行也是一大看点。那种由艺术家、乐队和各种花车组成的队伍，沿着街道表演，真的很壮观。我在电视上看过纽约的圣诞游行，那个规模确实惊人。对，还有吃圣诞蛋糕的传统。虽然每个地方的蛋糕样式不太一样，但都会在上面装饰得很漂亮，增添节日的甜蜜感。说到这些传统，我觉得圣诞节现在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宗教信仰的范畴了。没错，它更多的变成了人们表达亲情、友情和爱情的方式。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一天与家人团聚，共享美食。而且圣诞节也是一个传递爱心的时刻，很多人会参与慈善活动，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温暖。这一点特别有意义。我听说很多志愿者组织在圣诞节期间会去养老院、孤儿院，陪那些孤独的人过节。这种行为真的很暖心，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节日的温暖。说到2025年的圣诞节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，就是科技的发展为庆祝活动带来了新的体验。比如说，有预测说，今年全球将有超过1半的家庭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参与到全球范围内的虚拟圣诞庆典中。虚拟现实，这听起来很科幻啊。对，欧洲有些科技公司已经在研发能够模拟真实圣诞场景的 VR 眼镜，你戴上之后就能在家里体验滑雪、观赏冰灯这些传统圣诞活动。
这样的话，即使不能出门旅行，也能感受到不同地方的圣诞氛围了。没错，特别是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或者身处偏远地区的人来说，这种技术真的很有意义。不过我觉得，虽然科技很酷，但圣诞节最重要的还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连接。对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无论技术怎么发展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温馨，朋友之间互赠礼物的喜悦，这些都是无法被替代的。说得对。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想起小时候过圣诞节的情景。小时候的圣诞节确实有种特别的魔力，那种对礼物的期待，对节日的兴奋，都特别纯真。是啊，现在虽然长大了，但每次看到圣诞装饰，还是会有那种童年的快乐感。这可能就是圣诞节的魅力所在吧。它能唤起人们内心最美好的情感，不管你多大年纪。对。而且圣诞节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能让平时忙碌的人们停下来，去关注身边的人。很多人平时工作太忙，很少有时间陪家人，但到了圣诞节，大家都会尽量安排时间回家团聚。这种仪式感很重要，它提醒我们生活中除了工作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。说到团聚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现象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在圣诞节期间举办各种主题聚会。什么样的主题？比如说丑毛衣聚会，大家都穿最丑的圣诞毛衣，然后评选出最丑的那个，听起来很搞笑，但气氛特别好。哈哈，这种反向操作挺有意思的。还有什么其他的创意吗？还有秘密圣诞老人的游戏，就是大家抽签决定给谁准备礼物，但不能让对方知道是谁送的。这个我玩过，特别有意思，收到礼物的时候会一直猜是谁送的。对，这种小游戏能增加节日的趣味性。还有人会组织圣诞电影马拉松，一整天看各种圣诞主题的电影。这听起来就很温馨，窝在沙发上，喝着热巧克力，看着温暖的电影。没错，而且圣诞电影真的很多，从经典的《真爱至上》到动画片《极地特快》，每个年龄段都有适合的。说到电影，我发现很多圣诞电影都有一个共同主题，就是关于爱和宽恕。对，这也反映了圣诞节的核心精神。不管之前有什么矛盾和误解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人们都愿意放下成见，重新开始。这种精神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特别珍贵。现在大家生活压力都很大，人际关系也变得复杂，但圣诞节提供了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回到最简单、最纯真的情感状态。而且我发现圣诞节期间整个社会的氛围都会变得更加友善。对，平时可能很冷漠的陌生人，在圣诞节期间也会互相微笑问候，这种集体的善意真的很感人。说到善意，我想起圣诞节期间的慈善活动特别多。是的，很多企业和个人都会在这个时候做公益，比如给贫困家庭送圣诞大餐，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临时住所。这种行为体现了圣诞节给予比接受更有福的精神。没错，而且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往往说，帮助别人让他们感受到了真正的圣诞快乐。这让我想到，圣诞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，特别是对孩子们。怎么说？通过准备礼物、参与慈善活动，孩子们能学会关爱他人，学会分享和给予。对，这比单纯的收礼物更有意义。很多家长现在会带孩子一起做圣诞饼干，然后送给邻居或者老人院。这种亲子活动既增进了感情，又传递了正能量。而且制作过程本身就很有趣，想象一下，一家人围在厨房里，面粉飞舞，笑声不断，那种温馨的画面。听起来就很幸福。其实圣诞节的很多传统都有这种特点，就是强调参与和互动。对，比如装饰圣诞树，也是全家人一起动手的活动，每个人都可以挂上自己喜欢的装饰品。而且很多家庭会保留一些有纪念意义的装饰品，每年拿出来的时候都会回忆起美好的往事。这种传承很有意义，一个小小的装饰品可能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。说到传承，我觉得圣诞节在不同文化中的融合也很有意思。确实，比如在中国，很多人会把圣诞节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。比如说，
有些地方会用中国结装饰圣诞树，或者在圣诞大餐中加入中式菜肴，这种融合创造出了独特的节日体验。这种文化融合很自然，也很有创意，每个地方都能根据自己的特色来庆祝圣诞节。对，这也体现了圣诞节的包容性，它不是一个排他性的节日，而是欢迎所有人参与的庆典。而且我发现，即使在同一个城市，不同社区的圣诞庆祝方式也会有所不同。没错，有些社区会组织大型的户外庆祝活动，有些则更喜欢小规模的家庭聚会。这种多样性让圣诞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说到庆祝方式，现在年轻人还创造了很多新的传统，比如圣诞节交换书籍，而不是传统的礼物。这个想法很棒，既有纪念意义，又能增长知识。对，还有人会在圣诞节期间进行随机善举，比如为陌生人买咖啡，或者给清洁工送热饮。这种小小的善意能传递很大的正能量。而且这些善举往往会形成连锁反应，一个人的善意会激发更多人去做好事儿。这就是圣诞节精神的力量吧，它能激发人们内心最美好的一面。对，而且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圣诞节期间，很多人会把这种善意延续到日常生活中。这样看来，圣诞节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节日本身。没错，它更像是一个提醒，提醒我们生活中什么是真正重要的。爱、关怀、分享、宽恕，这些永恒的价值观。而且在这个数字化时代，圣诞节也在适应新的传播方式。很多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圣诞时光。对，虽然有人担心这会让节日变得过于商业化或表面化。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，但我觉得只要我们记住圣诞节的核心精神，形式的变化并不是坏事儿。说得对，重要的是内心的感受和真诚的情感交流。而且社交媒体也有它的好处，比如能让远距离的亲友分享彼此的节日时光。这一点特别重要，特别是对于那些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无法回家的人。对，通过视频通话，即使身在异地，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。科技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连接彼此的方式。说到连接，我觉得圣诞节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，就是让我们暂时忘记分歧，专注于共同点。这在当今这个分化严重的世界里特别重要。对，不管你的背景如何，信仰如何，在圣诞节期间，大家都能找到共同的快乐。这种团结的力量很珍贵。而且我发现，圣诞节期间，人们更愿意原谅和被原谅。可能是因为节日的氛围让人更加宽容和理解。这种宽容不仅仅是对他人的，也包括对自己的。很多人会在圣诞节期间反思过去一年，然后带着希望迎接新的开始。这种反思和展望很有意义，让圣诞节成为了一个心灵的转折点。对，虽然新年才是传统的新开始，但圣诞节的温暖氛围让这种转变更加自然和温和。而且圣诞节的时间点也很特殊，正好在一年的尾声，给人一种总结和准备的感觉。没错，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，圣诞节的温暖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前进的道路。说得很诗意，确实，圣诞节有种神奇的力量，能让最平凡的日子变得特别。而且这种特别不需要花费很多钱，有时候一个拥抱，一句问候就足够了。对，最珍贵的礼物往往是那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东西，比如陪伴、理解、支持，这些都是圣诞节最好的礼物。而且这些礼物是可以无限给予的，不会因为分享而减少，反而会因为分享而增加，这就是爱的奇妙之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朋友跟我说过的话，他说圣诞节让他相信世界上还有美好的事情。这句话很感人，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，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信念。对，圣诞节提醒我们，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复杂，我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的渴望从未改变。而且这种美好是可以创造和传递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生活中的圣诞老人。这个比喻很棒，我们都可以给身边的人带来惊喜和温暖。
对，不一定要等到圣诞节，但圣诞节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理由去这样做。而且在这种给予的过程中，我们自己也会感到快乐和满足。这就是圣诞节的魔力所在，它创造了一个正向循环，让善意不断传播。而且这种传播是没有边界的，可以跨越文化、语言、地域的限制。对，爱和善意是人类共同的语言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觉得，虽然圣诞节只有一天，但它的精神可以伴随我们一整年。这个想法很好，如果我们能把圣诞节的温暖和善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，世界会变得更美好。对，让每一天都有一点圣诞节的味道。关怀他人，分享快乐，传递温暖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随时做到的。而且这样做不仅能帮助别人，也能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。没错，当我们专注于给予而不是索取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充实。这可能就是圣诞节想要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课。对，在这个物质丰富但精神容易空虚的时代，这样的提醒特别珍贵。而且圣诞节的这种提醒是温和的，不是说教，而是通过美好的体验让我们自然地感受到。对，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力更加持久和深刻。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否信仰基督教，圣诞节都有它独特的价值。它超越了宗教的界限，成为了一种人文精神的象征。而且这种精神是包容的、开放的，欢迎每个人的参与。这也是为什么圣诞节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庆祝的原因。对，它触及了人类内心最深层的需求，被爱、去爱、归属感，希望这些需求是普世的，不分种族、文化、信仰。而圣诞节为满足这些需求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平台。说得对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圣诞节还在不断演化，适应着时代的变化。但它的核心精神始终没有改变。对，这种传承中的创新，创新中的传承，让圣诞节保持了持久的生命力。而且我相信未来的圣诞节会有更多新的庆祝方式，但那份温暖和爱永远不会变。没错，因为这是人类最基本、最珍贵的情感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行动起来。对，与其只是谈论圣诞节的美好，不如真正去体验和创造这种美好。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开始，给家人一个拥抱，给朋友一个问候，给陌生人一个微笑。或者参与一些志愿活动，为社区做点贡献，让更多人感受到节日的温暖。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汇聚起来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自己也会收获满满的幸福感。这就是圣诞节的神奇之处，它让给予变成了一种快乐。所以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圣诞节，让我们都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吧。让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份美好。不管是大的善举还是小的关怀，每一份真诚的付出都是珍贵的。而且这种付出会形成涟漪效应，影响到更多的人。对，也许我们无法改变整个世界，但我们可以改变身边的小世界。而无数个小世界的改变，最终会汇聚成大世界的美好。这就是圣诞节精神的力量，它从个人出发，最终惠及全人类。所以，让我们珍惜这个特殊的节日，也珍惜它带给我们的启发。在接下来的一周里，让我们用心准备，用爱庆祝，让这个圣诞节成为一个真正难忘的节日。不仅仅是因为礼物和装饰，更是因为我们在其中体验到的爱与被爱。而且让我们记住，圣诞节的精神不应该只存在于12月25号这一天。对，它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指引我们在每一天都选择善良和爱。这样我们就能让圣诞节的光芒照亮整个人生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圣诞节的话题，从历史起源到现代庆祝方式，从传统习俗到科技创新，从个人体验到社会意义。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，你能对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有更深的理解和期待。
也希望你能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意义。记住，圣诞节最美好的不是我们收到了什么，而是我们给出了什么。愿你的圣诞节充满爱、温暖和希望，也愿你能把这份美好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有所感触，也欢迎你把这份温暖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美好的圣诞节吧。